我选择一个懒人去做一项艰巨的工作，因为懒人会找到简单的方法。如果你做不好，至少要让它看起来不错。你最不满意的客户就是你最大的学习来源。大多数人高估了自己1年的能力，低估了自己10年的能力。成功是一个糟糕的老师，他让聪明人误以为自己不会输。我小时候真的有很多梦想，我想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我有机会读了很多书。如果你提供人们工具，让他们利用自己的天赋能力和好奇心，他们发展出来的东西会让你大吃一惊，远远超出你的预期。展望下个世纪，领导者将是那些赋予他人权利的人。在做事方面，我对事情发生的原因和过程采取相当科学的态度。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神。庆祝成功固然好，但更重要的是吸取失败的教训。没有预防的治疗是不可持续的。网络正在成为未来地球村的市政广场。法律、政治和科技的交汇将迫使人们去思考。我们都需要有人给我们回馈，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其实有很多层面让少数群体很难获得发展。透过改善健康状况，赋予妇女权利，人口成长就会下降。智慧财产权的保质期就像香蕉。我20几岁的时候从来没请过1天假，1天也没有。我仍然很狂热，但现在没那么狂热了。改善公共教育很难，这一点很清楚。软体是艺术与工程的完美结合。科技进步的基础是让它融入生活，让你甚至不会注意到它，让它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气候变迁是一个可怕的问题，绝对需要解决，它理应成为重中之重。在商业领域，衡量你正在做什么的想法，选择客户满意度和绩效等重要的衡量标准，你会因此而茁壮成长。整体而言，无人机在帮助社会方面的正面影响将超过我认为人们所认识到的程度。每个人都需要教练，不管你是篮球运动员、网球运动员、体操运动员还是桥牌运动员。技术只是一种工具，要让孩子们齐心协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老师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的文化不喜欢怪才，那你就真的有麻烦了。期望是一流真理的一种形式，如果人们相信它，它就是真的。如果通用汽车能像电脑产业一样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那么我们现在开的就都是价值$25、油耗高达1000 mpg 的汽车了。有些人凭借着运气和技术，最终拥有大量资产。如果你擅长踢球、写软体、投资股票，就能获得极高的回报。科技正在释放我们与生俱来的对人类同胞的同情心。如果你回到1800年，每个人都很穷，我是说每个人。工业革命开始后，许多国家从中受益，但绝非所有人。死于疟疾的人比死于任何一种癌症的人都多。遗产是个愚蠢的东西，我不想要遗产。微软并不贪婪，它关乎创新和公平。我认为宗教的道德体系超级重要。我对微软的任何产品都不会完全满意。认为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糟，我们无法解决极端贫穷和疾病的信念，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我相信，对穷人的投资回报与在商业领域的成功一样令人兴奋，甚至更有意义。
我们的成功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力量不是来自知识的保留，而是来自知识的分享。有些人可能会说我是书呆子，我为这个标签感到自豪。我相信，如果你向人们展示问题，并向他们展示解决方案，他们就会采取行动。技术只是一种工具，要让孩子们齐心协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老师是最重要的。以上是我们这一期的智慧格言，哪一句是您最喜欢的？请留言告诉我们，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会。